蓝忘机被魏无羡这一动作给吓到了，但他却保持镇定地坐在原地，浑身僵硬的让魏无羡抱着，而他身上的人则是睡得舒服，又往蓝忘机身上钻了钻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蓝忘机的脸上显出了一丝惊慌，他急忙站起身来。魏无羡失去了依靠，这么大的动作，想不醒都难。蓝湛，怎么了？魏无羡把自己缩成了一团，他闭着眼睛，伸手在床上摸索着，好不容易摸到了被子的一角，他二话不说就拉了过来，把自己闷在被子里。蓝忘机，此刻的他并不知道魏无羡是否会在梦境中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蓝忘机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看着床上的一个大团子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问，又一次上前喊魏无羡：明日春游，今天便要通知到位。一听到春游2个字，魏无羡顿时一个机灵，也不管自己还睡在蓝忘机的床上，他直接一个高蹦就从床上蹦了下来，原本惺忪的双眼顿时放出光亮。这个我早就想好了，蓝湛，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计划？蓝忘机摇了摇头，到时便知。魏无羡也没有理会蓝忘机的拒绝，他窜到卫生间的时候才发现，蓝忘机早就给他准备好了洗漱用品，甚至连刷牙水都帮他弄好了。魏无羡还在为蓝忘机的体贴而感到感动，下一刻他就听到蓝忘机对蓝曦臣打了个招呼：兄长，我去上学了。好啊，路上小心。听到这几句，魏无羡顿时急了，他连忙洗漱好之后就冲出了房间，就见蓝曦臣笑容满面的和他打招呼：无羡，早啊。忘机已经先离开了，你的早饭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曦臣哥，我就不吃早饭了，习惯了，先走啦。魏无羡向蓝曦臣打了个招呼，刚想要跑出门，蓝曦臣却跟了出来，手中的纸袋已经递到了魏无羡的怀里。魏无羡脑子有些转不过来，蓝曦臣就已经解释了，这是忘机给你准备的早餐，还请不要嫌弃。啊？哦，那谢谢曦臣哥啦。魏无羡瞄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脸上终于出现了焦急的神色。曦臣哥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让我留一晚，拜拜。说完，魏无羡在蓝曦臣微笑的注视下跑了没影。等魏无羡到家的时候，悲催的发现自己的校服还在洗衣机里没拿出来，作业也是一个字都没写，泡好的准备当夜宵的方便面已经不能吃了。魏无羡有些懊恼的拍了拍额头，他拎着洗衣机里的校服，二话不说就往身上套，然后夺门而出。没办法，学校规定不穿校服就不给进校门。魏无羡穿着一身湿漉漉的衣服冲进了教室，他刚坐到座位上，好不容易喘了几口气，蓝忘机只是看了他一眼，道：早自习缺席要罚。不是吧蓝湛，你就醒醒好吧，我之前的10遍校规还没抄完，昨天作业也没写，晚饭。说到这个，魏无羡的脸上就出现了一丝迷茫的神色，他看了看自己空落落的手，终于一头埋在了书包上，生无可恋。啊呀呀呀啊呀，你给我做的早饭忘在家里了。蓝忘机，兴许是无意间的触碰，蓝忘机刚碰到魏无羡的衣服就蹙眉，道：怎么穿湿衣服出门？魏无羡无所谓的挥了挥手，道：没办法，这学校规定不给穿校服不给进门，再说了，我第一套校服在之前就被狗咬坏了，一直都没补新的。那这是我唯一的一套校服了。蓝忘机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他低头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了一件秋季校服出来，放到了魏无羡的面前，道：穿上，当心着凉。魏无羡意外的眨了眨眼睛，他哈哈笑了2声，就接过了蓝忘机递过来的外套，直接穿在了身上。谢啦，蓝二哥哥真是体贴，要是谁嫁给你了，谁就享福啦。一听，蓝忘机的耳朵逐渐的变红，眼睛有些不敢去看魏无羡，他把自己的目光放在了手上摊开的书本上，心思却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旅游了。这一天下来，作为组织委员的魏无羡开始在中午的午休时间宣布明天的春游计划，这一群猴崽子们一个个都兴奋起来。这一次的春游计划，魏无羡争取到了所有人同意，这会是一场持续2天的春游计划，不但有野外烧烤，还有篝火晚会。不仅如此，最后一天还有一场未知活动，这也是魏无羡组织活动的特点，每次都会有意外活动，这群猴崽子也特别喜欢。每次宣布完之后，这群猴崽子都会偷偷的去问魏无羡，
可每次的回答都是秘密。然而这群猴崽子并没有注意到魏无羡的脸上染上了一层可疑的红晕，而蓝忘机坐在座位上沉默不语。等魏无羡说完了注意事项和准备的生活用品回来的时候，蓝忘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，硬是把人往外面拖。蓝湛，班长大人，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要去办公室，我可不去。无论魏无羡怎么挣扎，蓝忘机的手就像手铐一样，紧紧地握着，不容他有一丝挣脱的机会。对于蓝忘机而言，魏无羡挣脱的力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魏无羡也不知道这个小古板到底要做什么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后面跟着。直到走进了医务室，魏无羡都没有反应过来蓝忘机带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。难不成这小古板身体不舒服，又害怕打针，所以就把他拉过来了？回想起蓝忘机拉着他走的时候那张阴沉至极的脸，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。于是魏无羡又开始笑了起来。蓝湛，班长大人，你不是吧？这么大的人了，居然还害怕来医务室？生病不舒服早说呀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话音刚落，蓝忘机就把他按到床上。医务室的老师问了一下情况，蓝忘机如实说了。当老师拿着体温计来到魏无羡身边的时候，魏无羡这才反应过来，蓝忘机是带着他来看病的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没生病啊。魏无羡刚坐起身就被蓝忘机按了下去，医务室的老师伸手就摸上了魏无羡的额头，确实是有些热，来，张嘴量一下体温。接下来的5分钟里，魏无羡躺在床上，嘴里含着体温计，蓝忘机站在床边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互看了5分钟，终于在老师过来看体温的时候，两人才结束这暗潮汹涌的对视。38.5，温度有些高，你是班长吧？你跟你们班主任说给他请个假，这几天安心休息，多喝热水，少吃辛辣刺激的东西。魏无羡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他急忙从床上滚下来，道：那怎么行？我们班明天要春游的。就你这样还想春游？别到时候自己身体受不了，直接住医院。蓝忘机站了出来，向老师道了声谢后，就拉着魏无羡走出了医务室，但是速度却和来的时候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蓝忘机向蓝启仁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也同意魏无羡回家休息，并且让蓝忘机送他回家，也给了他半天假。但魏无羡哪里肯离开，再说明天还要春游，组织计划的人都不在，像什么话？